著名财经学者叶檀曾在2016年预言中国10大最无前途城市。10年过去，这10个城市发展的怎么样？现实打了谁的脸？本期虎先生奇谈为您逐一盘点。2016年10月，知名财经评论员叶檀发布系列文章，我眼中最无前途的10个中国城市，将长春、哈尔滨、沈阳、大连、兰州、大同、洛阳、南昌、温州、唐山10座城市列入榜单，断言其因人口流失、国企主导、产业单一、创新乏力等问题，未来发展前景黯淡。彼时舆论哗然，被点名城市纷纷反驳，学界与民间争议不断。10年弹指一挥间，中国城市格局历经深刻洗牌，有的城市逆势崛起，闯入万亿俱乐部，有的深陷转型泥潭，人口持续外流，有的稳中求进，打破无前途魔咒。2016年，这份曾引发轩然大波的榜单，究竟有多少预言成真，又有多少被现实狠狠颠覆？本文将从经济总量、人口流动、产业转型、城市能级4大维度全面复盘10年变迁，拆解预言与现实的差距。首先，我们再回顾一下这份完整榜单。它发布于2016年10月，排名不分先后：东北4城，长春、哈尔滨、沈阳、大连；西北1城，南州；华北2城，大同、唐山；中部3城，洛阳、南昌、温州。那么，叶檀排列这份榜单的4大评判逻辑到底是什么呢？叶檀在文中明确，榜单筛选基于全国300多个城市统计数据，核心标准有4： 1. 人口持续流失，中高端人才外流，年轻人口净流出，城市吸引力不足； 2. 国企主导经济，产业结构单一，民营经济薄弱，市场化程度低，转型困难； 3. 人均财富与教育偏弱，人均存款、消费力低于全国均值，高校资源匮乏，创新动力不足； 4. 城市治理滞后，规划混乱，基建短板明显，营商环境差，缺乏核心竞争力。榜单发布后，10城官方、媒体、学者几乎全员反驳，认为结论武断片面，缺乏实地调研支撑。温州媒体发布7个事实告诉叶檀你错了，直指其忽视温州民营经济韧性与全球浙商资源。南昌网友集体发声，500万南昌人不服，强调省会城市的政策红利与区位优势。兰州学者撰文反驳，称其无视西北交通枢纽地位与能源产业基础。东北3省学界普遍认为，叶檀放大东北阶段性困境，忽视老工业基地的转型潜力与国家政策支持，舆论场也处于分裂状态。支持者认同其市场化优胜劣汰逻辑，认为资源型、国企依赖型城市必然衰落；反对者则批评其为数据论，忽视城市发展的政策变量、文化韧性、区位差异。10年后的今天，这场争议的答案早已写在10城的发展成绩单里。我们主要从4大维度来判断叶檀10年前的预言到底是成真还是打脸。第一，经济总量。经济总量是城市实力的核心指标。10年间，10城 GDP 排名与体量发生剧烈分化，4城闯入万亿，2城逼近万亿，4城增速乏力，直接颠覆叶檀无前途的核心判断。预言严重打脸的4城逆袭，跻身万亿俱乐部。温州2016年 GDP 5045亿元，全国第35位；2025年突破1万亿元，全国第28位，10年增幅 100.5%。民营经济活力迸发，制造业升级，数字经济崛起，彻底打破资金外流、产业空心化的断言。大连2016年 GDP 8234亿元，东北第一；2025年达10002亿元，成为东北首个万亿 GDP 城市，10年增速 21.5%。石化、装备制造、高技术制造业发力，2021-2024年增速连续4年超全国水平，领跑东北4城。唐山2016年 GDP 6474亿元，河北第一；2025年达9500亿元，逼近万亿，10年增速 46.7%，稳居河北经济龙头。钢铁产业转型，港口经济崛起，京津冀协同发展中找准定位，并非资源枯竭型城市。洛阳2016年 GDP 3782亿元，中部普通地级市，2025年达7800亿元，10年增速 106.2%，全国排名从第50位升至第45位。制造业升级，比如依托、洛波等企业，文旅产业爆发，
成为中部非省会城市标杆。预言部分应验的二城稳中有进，增速平庸。江西南昌2016年 GDP 4000亿元，全国第41位，2025年达7800亿元，全国第36位，10年增速 95%。 作为省会，受益于中部崛起政策，人口与产业集聚，但创新力不足，未达强省会预期，符合国企主导、创新弱的部分判断。山西大同2016年 GDP 1025亿元，全国第211位，2025年达2200亿元，全国第178位，10年增速 114.6%。 煤炭产业转型，文旅发力，比如云冈石窟等景点摆脱资源枯竭危机，但经济体量仍小，属于低速增长，勉强自救。预言部分应验，预言基本成真的东北三城加兰州深陷增长泥潭。沈阳2016年 GDP 5460亿元，2025年9027亿元，10年增速 65.3%， 全国排名下滑15位。作为东北唯一新一线，国企依赖严重，民营经济薄弱，人口外流，增速低于全国均值，预言成真。长春2016年 GDP 5035亿元，2025年8005亿元，10年增速 59%， 全国排名下滑12位。汽车产业一业独大，转型缓慢，人口持续流失，东北困境缩影，预言成真。哈尔滨2016年 GDP 6270亿元，2025年6016亿元，10年负增长 4%， 全国排名下滑24位，10成唯一 GDP 总量下降的城市，人口跌破千万，2025年939万，产业空心化严重，成为东北衰落最典型案例，预言完全成真。兰州2016年 GDP 2264亿元，2025年3487亿元，10年增速 54%， 全国排名下滑8位。西北内陆地形受限，国企主导，比如石化和有色，民营经济薄弱，人口外流，增速垫底，预言成真。第二个评判维度，人口流动，人才流向颠覆判断。东北4城失血，温州、南昌、虹吸，人口是城市活力的核心，10年间10成人口流动呈现两极分化。叶檀看好的人口稳定未现，被看衰的城市反而实现人口净流入，直接打脸人口流失的核心论据，打脸预言的3成人口净流入，中高端人才回流。温州2016年常住人口917万，2025年975万，10年净流入58万。民营经济提供海量就业，浙商返乡创业，年轻人口占比提升，打破人才外流断言。南昌2016年常住人口537万，2025年667万，10年净流入130万。强省会政策发力，高校毕业生留存率提升，吸引周边地市人口，成为中部人口虹吸器。洛阳2016年常住人口680万，2025年720万，10年净流入40万。制造业升级，文旅产业带动就业，吸引豫西人口集聚，摆脱人口外流标签。应验预言的东北4城加兰州加大同，人口持续流失。哈尔滨2016年常住人口1063万，2025年939万，10年净流失124万。东北人口流失最严重城市，年轻人口、高学历人才大量南下，老龄化加剧，城市活力衰退。长春2016年常住人口953万，2025年910万，10年净流失43万。汽车产业转型阵痛，就业岗位减少，人才外流，老龄化率超 25%。沈阳2016年常住人口829万，2025年920万，小幅增长，但中高端人才净流出，国企裁员，民营经济薄弱，高学历人才流向长三角、珠三角，留不住人的困境应验。大连2016年常住人口698万，2025年745万，小幅增长，但人才外流，虽经济总量破万亿，但高端岗位不足， IT 金融人才大量外流至南方，人才空心化问题突出。兰州和大同，兰州2025年常住人口442万，10年流失20万。大同2025年常住人口310万，10年流失15万。内陆资源型城市，就业机会少，年轻人口外流，老龄化加剧，预言应验。第三个维度，产业转型，民营经济定生死，资源和国企依赖型城市深陷泥潭。
叶檀核心批判国企主导产业单一10年转型，结果印证民营经济强则城市兴，国企和资源依赖强则城市衰，时程分化完全契合这一逻辑。打脸豫园的民营经济崛起打破产业单一诅咒。温州民营经济占比超 95%，10年间完成低端制造到高端制造加数字经济转型，鞋业、泵阀、新能源、电商4大产业集群成型，全球浙商网络赋能，彻底摆脱低小散标签。唐山钢铁产业从粗钢向特种钢、高端钢材升级，港口经济如曹飞电、装备制造、新能源发力，民营钢铁企业转型成功，比如合钢、首钢打破资源枯竭预言。洛阳制造业向高端装备新核能源汽车转型，比如依托和洛波。文旅产业爆发，比如龙门石窟和牡丹文化，民营经济占比提升至 60%， 形成制造加文旅双引擎。应验预言的国企资源依赖转型举步维艰。东北4城，沈阳的机床和装备制造，长春的汽车，哈尔滨的重工和石化，大连的石化和造船均为国企绝对主导。民营经济薄弱，转型依赖政策输血，市场化改革滞后。长春汽车产业一业独大，新能源转型缓慢，哈尔滨重工衰退，产业空心化严重。兰州和大同，兰州以石化、有色国企为主，产业链短，附加值低；大同依赖煤炭，煤价波动影响经济，转型文旅成效有限，民营经济占比不足 40%， 深陷资源诅咒。南昌虽为省会，但国企占比高，民营经济活力不足，创新产业规模小，产业结构大而不强，符合叶檀国企主导创新弱的判断。第4个评判维度，城市能级。10年间，这10个城市中有4城晋级新1线，4城停留2线，2城沦为3线。打脸豫园的有温州2016年2线，2025年新1线，民营经济标杆，城市影响力提升；大连2016年新1线，2025年新1线，也是东北唯一的新1线，万亿 GDP 加持，港口与制造业优势巩固。唐山2016年3线，2025年2线强，河北经济龙头，京津冀重要节点城市。洛阳2016年3线，2025年2线，中部文旅与制造重镇，非省会城市标杆。应验预言的有沈阳2016年新1线，2025年2线，东北影响力下降，被大连超越。长春和哈尔滨2016年2线，2025年2线弱，哈尔滨甚至面临3线化风险，城市话语权持续减弱。兰州2016年2线，2025年3线强，西北枢纽地位弱化，经济实力被周边城市超越。和持平预言的有南昌2016年2线，2025年2线，省会身份加持，但无突破性发展，符合平庸无前途的判断。大同2016年4线，2025年3线，小幅提升，但体量仍小，属于勉强自救，预言部分应验。我们来总结一下预言兑现率：10城复盘，4个成真，4个打脸，2个持平。预言完全成真的4个城市：哈尔滨、长春、兰州、沈阳。哈尔滨 GDP 负增长，人口流失最严重，产业空心化，能级下滑，100%应验。长春汽车转型缓慢，人口流失，国企依赖，能级下滑，90%应验。兰州内陆受限，国企主导，人口流失，能级下滑，85%应验。沈阳新1线降级，人才外流，国企依赖，增速平庸，80%应验。预言严重打脸的4个城市：温州、大连、洛阳、唐山。温州万亿 GDP， 人口净流入，民营经济崛起，新1线晋级，100%打脸。大连东北首个万亿，增速领跑东北，港口制造业发力，90%打脸，仅人才外流部分应验。洛阳10年 GDP 翻倍，人口净流入，制造加文旅双引擎，2线晋级，85%打脸。唐山逼近万亿，河北龙头，钢铁转型成功，2线强晋级，80%打脸，仅环保压力部分应验。预言部分持平的2个城市：南昌、大同。南昌 GDP 增长，人口净流入，国企主导，创新弱，能级稳定，50%持平。大同 GDP 翻倍，文旅转型，
煤炭依赖、人口流失、体量小，50%持平。10年验证下来，叶檀2016年10大无前途城市预言整体兑现率仅40%，4成逆袭打脸，2成平庸持平。核心判断10成皆无前途，被现实彻底推翻。那么，这10个城市兴衰的核心原因到底是什么呢？4个东北与西北城市的3重困局。1、历史包袱重。东北是计划经济大本营，国企根深蒂固，市场化改革之后，民营经济难以生长。兰州、大同作为老工业基地，产业结构固化，转型成本高。2、地理区位劣势。东北纬度高，气候寒冷，宜居性弱，人口自然外流。兰州、大同身居内陆，远离沿海经济带，对外开放程度低，难以承接产业转移。3、人口老龄化陷阱。东北4成老龄化率超25%，兰州、大同超20%，年轻人口流失，加剧老龄化，消费力下降，创新活力不足，形成老龄化经济弱更老龄化的恶性循环。4个逆袭的城市：温州、唐山、洛阳和南昌。他们逆袭的关键是民营经济加产业升级加区位红利。1、民营经济是逆袭法宝。温州、唐山、洛阳均以民营经济为核心，灵活适应市场，快速完成产业升级，打破资源诅咒与国企依赖。2、产业升级是破局核心。大连的石化到高端制造，洛阳的重工到文旅加高端制造，唐山的粗钢到特种钢，均通过产业升级提升附加值，增强城市竞争力。3、区位与政策红利加持。温州受益长三角一体化、民营经济扶持政策，大连受益东北振兴、港口开放政策，洛阳、南昌受益中部崛起政策，政策红利加速逆袭。叶檀2016年的预言是10年前对城市困境的静态批判，而10年后的现实是城市突破困境的动态实践。没有永远正确的预言，只有不断进化的城市。下一个10年，中国城市格局将迎来更剧烈的洗牌。那些拥抱市场、坚持创新、留住人才的城市，才真正拥有光明前途。